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木。Hello everyone, I'm 木木。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大富翁这个活动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街区争霸。那其实街区争霸这个活动的话，耀之前已经有介绍过，它是一个效益非常非常好的活动。那因为我这次在家里参加，所以我想说，做个简单的记录，看一下到底这个活动有多爽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之前，我昨天早上所截图的账户资讯。截至昨天早上的话，我的加速还有190天，就是通用加速加训练加速加起来是190天。然后我的车间材料是42000，然后金色的材料是700。OK。然后我们街区争霸一定会有的装备箱，因为我的背包里面昨天早上是没有的，所以我就没有做截图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我身上到底有多少。我目前加速的话，截至目前是骰子活动的第一天晚上的12点，也就是骰子活动开始到现在整整12个小时。我目前的加速有308天，100、200、3，对，308天，哇，我数学真的很好。那所以在12个小时内，我累积了118天的加速，哇，12个小时118天，真的是蛮多的耶。然后再来是材料的部分，材料从42000的紫色圈圈变成73000的紫色圈圈，大概是接近快2倍。那金色圈圈的话，从700变成2400，哇，这是增加了3倍多耶！哇，超划算的。我刚刚大概算了一下，再加上我的这个逆向珍宝箱。奇怪，它的中文为什么这么难念啊？逆向珍宝箱，对，它一箱的话是有2片的荣耀装备，所以这里会有78片的荣耀装备。我也很好奇，我大概花了多少钱获得这些东西，所以我记录了这一次我所有的花费，对，就是12个小时内的花费。那金色骰子进阶里这两个。然后我还买了一个单颗的进阶礼，所以总共是有5颗金骰子。5颗金骰子的话是5000块黄金，然后5000块黄金有78片的荣耀装备，等于说我花了1690元的台币。获得了2件半的荣耀装备，以及118天的加速，再包含接近2倍多的车间材料，超级划算的吧？去哪里找这个活动？哇哦！我第一次算玩那么久，我第一次算，而且我还有384颗骰子还没有用，如果用完会更惊人。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就是有预算的话，不管你是零用钱还是股票赚的钱，你只要在这个游戏有想要花费，Hello必须找骰子联盟进行这些活动，因为这个活动只有在越好的骰子联盟效益越好，不然如果只是单纯参加那种1包或2包的，我当然知道花费很少啦，但是你可能没有办法获得非常好的骰子，非常好的骰子数量。目前到现在12个小时，他们统计 ROK 的骰子数量是超过1500颗的白色骰子。我们从哪边？我知道了，从这边可以看到，就是它这个活动的最高门槛是1000颗骰子，其实早就达到了，所以1000后面的数量我是看不到的。但是据他们统计，现在是超过1500颗。1500颗骰子价值多少钱呢？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个1500颗是
7.5倍的200颗骰子，所以3290乘以7.5倍，大概是价值24,675。对，我有计算机，24,675台币。有些人可能每个月的账户其实并不会花到那么多钱，但要记得，其实这个我花不到台币1000块，我就获得了24,675块台币的价值，还不包含我额外赚到的设备还有装备。所以你如果有任何扣打，务必找骰子联盟，谢谢。那我大概介绍一下目前的主要的几个骰子联盟。那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，就是目前今天这一次的第1名是 TMSP， 他们是上一次的第2名。那他们这一次找了很多大佬，那他们是俄罗斯联盟，所以里面是俄语的玩家居多。那再来是 ROK， 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 ROK。那虽然我们名字是 ROK， 但是其实里面大概有30-40位台湾人吧，其实比例非常的高。就连负责骰子活动的成员小猪都是台湾人，你们可以在 R4 里面找到他。这个左下角这个猪头像就是小猪，那他是台湾人。如果你们对于参加骰子联盟有兴趣，你们可以直接找他。OK， 真的超级多华人的，蛮特别。记得找这个小猪头像。那当然每一个骰子联盟因为为了求骰子联盟最大效益，所以对于新加入的玩家会有不同的包裹数量，这真的是要请大家见谅。所以从刚刚我都是一直说，如果你们是有预算的状态，一定要参加。对，因为你本来就会花这笔费用的话，请选择往更好的地方花费。你就不要去介意包裹的数量了，因为主要是要先进得去才是最重要的。好，然后接下来的话还有 SSI， 然后还有 DHX， 然后 KITS， 然后 TOP1， 还有 MXC， 这几个都是知名的骰子联盟。那能不能进去，真的就是要看大家要准备多少预算了。但是要记得不可以骗人哦，骗人都会被烧掉，很多人都因为这样被烧了。好，再说一次，如果OK， 我目前知道下个月好像会有1个到2个的空位，所以有兴趣的请直接找小猪，我没有负责处理这件事情，你们可以问我其他的，就是不要问我骰子，谢谢。再说一次，他是台湾人，直接找他，讲中文没有问题。OK。再来，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这个异界之旅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次的金宝，金宝这一次不用争，不用抢，你只要花钱就可以买到。我其实觉得这种比较好啦，因为其实之前的几次的金色城堡的竞争活动，其实都有所谓的官托，就是官方的介入，那他们会有一些预算来和你竞争金色城堡。那个你的花费其实是看不到洞，就是看不到底的，就是它是一个无底洞，你根本不知道你要几单你才拿得到这个东西。但是像现在这样子，就是这种比较特别的金色城堡，你可以借由一定比例的花费去取得，至少不是凭运气，我觉得非常好。这个艾尔莎的城堡，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建议机动玩家，就是所谓的 rider 去拿，因为它有一个所谓的部队普攻伤害，这个东西对于猫女来说是非常重要。猫女就是我们说的茶溪，因为它是一个用普通攻击的角色，然后它也是普通攻击蛮痛的一个角色。那它是助手，然后野战其实也算蛮好用的，竞技场也很好用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骑手玩家，我个人是蛮推荐它这个城堡的。那因为我目前使用的账户是远程，所以我目前其实考虑的是拿这个野兽，就是雅克诺罗基亚碎片，好难念。让我喝一口酒，等一下。这个野兽的话，它其实是以反击为主，所
所以对于作为副手来说，我觉得它是非常好用的。你看一下，它这边的话是增加反击值为主，这样子，然后加攻击还有防御。OK， 所以我个人是蛮推荐这一支的，因为像我们是远程玩家，平常会开的是集结或反集结，那远程其实大家最喜欢生摇了，就是活泼生摇这种状态，所以我觉得以搭配这一支亚克诺罗基亚来说的话，是蛮好的一个副手选项。所以这一次我最想拿到的其实就这个啦。他们说第6层就可以拿到了，所以我现在在等。哦，对了，大家可以看到左上角有一个时间。那通常在最后1周，就是最后7天的时候，都会有一些特惠的礼包出现。所以如果你不急，你可以慢慢买。我目前是走到第5层，我只买了每个礼拜的那个优惠礼包，还有完成任务而已，我并没有多买其他的礼包。所以慢慢买，其实第6层应该是每个人都拿得到的，不要急，都会是便宜入手的管道。好，哦对了，然后有一些人在第6层可以直接抽到艾尔莎城堡，那也有在第6层就会出现一套4片2万块硬币的城堡，在这边会在这个公会商店出现，但是它只有在你走到第6层的时候才会出现。所以如果你原本就预期要拿艾尔莎，那请你把你右上角的这个金币都先留下来，都不要花，这样你才会用最好的价格拿到它。好，这个礼拜简单介绍就到这里，拜拜。